我叫17，也是地藏宫第17名杀手。我为了活下来，曾杀人无数，但那地藏宫的公主风楼玉因此而忌惮我，把我关了整整10年。于是不甘心的我便起了杀掉风楼玉、霸占地藏宫的心思。小17长大了，敢弑师了。为师没有白教你一场。风楼玉，今日我不虐杀你，算我报你当年的一柄之恩。那为师倒是多谢小17了。你可知，你这身上的毒是解不了的。当然，可是哪怕我活不过30岁，你今日也是得死的。你附耳过来。摄政王裴寂，他手里有一味药叫鬼灸，或可解地藏宫无活之毒。这消息算是为师给你的出师礼。你这个人是真的有大病。这地藏宫我要了，你们是一起上，还是选择不上？属下乔南希，见过公主。乔长老，请起。多谢公主。哼，既然你们不愿一起上，那我就先动手吧。还打吗，诸位同僚17，你会不得好死。那不重要。你以为你从这地狱出去就能得到新生？别做梦了你！出了地狱，入的还是地。参见公主。从前的宫规，本公主不管。从今日起，比武不得伤人。8层的周大夫，我亲自去瞧下去吧。是，公主。这里往来银子都是你在管理，日后也还是你管着吧。只有一点，若日后你想嫁人，需提前告知于我，我找人接手你的事儿。下去吧。是，公主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丫头，听说你杀了风楼玉了。您可以走了，离开这地藏宫。老朽哪儿也不去，我的女儿就死在这第8层，我得在这儿陪着她。那我让人给您送些床铺家具过来，您也可以随意走动。再给您女儿送些漂亮裙子来，想必她也喜欢。我得出去办件事儿，归期不定，日后乔南希助我主事儿。那多谢你了，丫头，是为了那鬼灸吧？那鬼灸世人也只是听说过，没有人见过。那药能解世间所有的毒，更能保濒死之人1月寿命，连我们制作的无伤丸都比不上。要是有了那药，说不定真能解了你身上的无活之毒。你如今医术已在我之上，只是没有实践过。出去好好识字，能助你成事，也要小心那裴寂。他阴晴不定，心思难以捉摸。他年纪轻轻，身居高位，不是那么容易相信人的。风楼玉告诉你鬼灸的消息，想必就是想让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让你明知有那么一丝希望却不能如愿。他那人总是能机关算尽，尽是下作手段，可见裴寂那人是真的不好对付啊。他有这层意思，那他真是有病。我还想着他是瞧我厉害，继承了他的武学衣钵，这才告诉我呢。不过总得去试试吧，我可不想只活到30岁。您既然不愿走，就留下帮我炼制些压制毒性的药吧，这还有1、2万人的药得指着您呢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给你办好。启禀公主，属下探查到那摄政王近期因为被暗杀，死了好些隐卫。如今他的隐卫营正在大举寻找独身的隐卫苗子。5日后那些乔装找人的人会经过地藏宫西边30里的位置。公主要想接近摄政王裴寂，想必隐卫营是一个好去处。属下也探查到了个好身份，在他们经过的那附近有个山匪窝，有个女子的丈夫和儿子被他们杀了。那女子正要上山寻找知识，被野狼吃了。他们一家3口住在山上，没有其他家人，见过他们的人甚少。这个身份很安全。那摄政王府可否能强攻下？那太过危险了。裴寂在大燕都城京都之内有10万禁军的兵权，还有眼线无数，我们若贸然出击，恐不能全身而退。17想到周大夫所说的世人都没见过那鬼就长什么样，便放弃了强攻的想法。我后日出发，这地藏宫你先看着，若有得用之人，可提上来助你。8层的周大夫可以自由活动，给他买些家具摆件送到8层，再去选些漂亮裙子，他女儿想必会喜欢。你们的药他会做，我先去睡了。是。2日之后，17先是封了内力，再去找了个山寨去晃了一圈，引了几个山匪追杀他。一路上故意摔了无数跤，把身上的裙子摔得稀碎，身上没一块好肉。他足足跑了2日，水米不进，这才装得如此狼狈不堪。他一边跑一边小心地瞅不远处路上的行人。过了好半晌，他看到了那2个穿着寻常百姓衣裳，可是那眼神时不时透露出冷肃的男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多谢2位大侠相助，小女子如今家中已无亲人，2位大侠都是武功高强之人，可否？不可。小女子只求能习得一身武力，日后为我夫君和孩儿报仇，求2位大侠成全。你站起身来。竟是个好苗子，只是瞧着年纪不小了。
小女子叫张翠云，今年20，我很能吃苦。为了能给夫君和孩儿报仇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跟我走吧。多谢大侠。17被尹一蒙上眼睛，赶了10日的路才到了尹卫营外。他很是谨慎，入了营还派了大夫和嬷嬷来验17的身。17早已想到会有这一遭，便早已把那层东西自己捅破了，又用银针改了自己的脉象，身上的无活更是普通大夫搞不出来的。回禀尹一大人，这妇人已不是处子。经老奴和苏大夫的验证之下，这妇人的确3年前生过孩子。张翠云，你还有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。入了这营地，要是想走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翠云能得尹一大人如此大恩，能让我有机会亲手报仇，此等大恩，翠云誓死难报。翠云绝不后悔。行吧，尹卫营一共分1到10个营地，你暂时先在最低的10营地磨练吧。希望你有一天能挺到1等营地，进入暗卫前10，成为摄政王爷的贴身暗卫。还有，今后你就叫尹无。我在10等营地，那岂不是没有机会接近摄政王裴寂，拿到无活的解药了？等等，尹一大人，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快速进到1等营地？等你有足够的实力打败1等暗卫的任何一个人后，你就可以取而代之进入1等营地。那我可以直接挑战你吗，尹一大人？你这妇人口气还挺大的。按规矩，你若能打败我，你便可以直接取代我成为新的尹一。1个月后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时光飞逝，终于迎来了1个月后17挑战尹一的日子。尹一大人得罪了。20招一到，尹一准时趴到了地上，缓了好半晌才缓慢地爬起来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这妇人就能打败尹一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尹一看着这17，表面上虽然很是不愿，但还是无奈宣布：按照尹卫营的规矩，今日你既比武胜了我，日后你便是尹卫营里新的尹一，我推为尹二，以此类推，尹氏恢复名字尹齐。是，我们的主子是大圣摄政王裴寂。2日后，你和我进京都去见主子尹3，不，现在该叫尹4了。尹4会再确认一遍你的身份，你先去歇息吧。好。10日后，尹二在一次确定了17的身份后，带着他回到了摄政王府。进入王府后，尹二便让17在书房外面等着他。见过王爷，属下来回禀尹卫营比武结果。你输了？属下输了。如今属下是尹二。那人什么来头？那妇人叫张翠云，她今年20岁，家庭简单，丈夫和儿子被山匪杀了，已没有亲人了。她习武的目的是能为丈夫和儿子报仇。如今打败了属下，已是尹卫营新的尹一了。她天赋极高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能到如此地步，是个好苗子。把他带来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怎么样，王爷怎么说？都怪你找了这么个怪物，小老师都被挤下去了。那我哪能想到这小妇人如此勇猛，这不是意外吗？我看你就是瞧着人家长得美，动了恻隐之心了。就是要是长得丑的，你怕是瞧都不会瞧一眼。天地良心，你们问问尹二，当初他和我一起去寻的人，路遇那妇人，可他当时一身脏污，哪里能瞧出什么长相？行了，人家就是厉害了，你们有本事就去抢了他尹一的名字。尹一，王爷传你进去，第1次见王爷，记得要行大礼。啊。属下尹一，见过王爷。抬起头来，你叫张翠云？回禀王爷，这是属下从前的名字。你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？是，属下嫁过人，属下儿子要是还活着，今年4岁了。想杀人吗？是，属下做梦都想杀了那群山匪，好为我夫君和孩儿报仇雪恨。下去吧，去找你的手下败将尹二交接些事，日后有你报仇的时候。是。这些册子记录着王爷的各项事宜，你仔细背下，不要冲撞了。且你只有3日时间，3日之后你得跟着王爷办事。有什么缺的直接去找小管家，他是宫里出来的内奸，跟了王爷许多年，还曾救过王爷的性命，须得对他尊敬，不可对他无礼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待尹二走了，17这才仔细翻看了面前的册子，越翻越是脑袋疼。裴寂，弱冠之年，大臣唯一的异姓王，也是摄政王。16岁掌控朝堂，喜穿暗色。不喜食甜，不近女色，从不曾去过后院，每餐只吃半碗饭，每样菜只吃2口。唉，这尹卫不好当啊，破事也太多了吧。册子中还记录着皇室之中的各位主子的性子、势力与大臣的往来，与裴寂的关系，也记录着他的2位侧妃以及他的后院里的各位夫人妾室的身份、性子和娶了内入后院的各种好处。倒是王妃之位还空着。17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便出了院子醒去找尹二解惑，但走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尹二，只瞧见萧管家。萧管家，我昨夜看了尹二给的册子，里边有些字和词我不认识。您能管理这偌大的王府，想必学识也一定是极好的，您可否教教我？你说说吧，还有哪些字词不认识的？线下得空，咱家可为你解解惑。17连忙翻开册子一一指了出来，萧管家也一一给他教了一遍。行。启禀王爷，萧管家带着尹仪在杜月轩那边教他识字呢。他不识字吗？
尹卫营倒是教的详尽，可是他带的时日短，想必是那册子里还有些字他不认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尹姨，王爷叫你。咋了？主子交代的事儿办砸了，得我出手了。尹二瞥了17眼，他实在难以接受这人讲话如此直溜。我猜对了吧？你打不过谁啊？想必在这京都，你打不过的人应该挺多。你说话很好听，日后别再说了。属下尹一见过王爷。今日夜里，宫里会派暗卫秘密护送近身太监周公公前往大理寺少卿林卫卿府上。那周公公手上有一份本王的罪证，去拿回来，再把周公公的头砍了，放到宫里皇帝的龙床之上。又是什么糟心事儿？把头放人家榻上？怎么是做不到吗？属下一定办妥。到了夜间，17百无聊赖地蹲在一处树上，这位置还是和尹二打听的，还算隐蔽。过了好半晌，17终于听到转角处有几道轻微的脚步声。你是何人？你们都如此天真吗？我都蒙着脸了，还会告诉你我是谁吗？咱们还是直接打吧。把那东西给我。咱家给了你有何好处？可以让你的脑袋躺龙床上。要么你东西给我，我给你个痛快，你都不会感到疼；要么我慢慢的把你头颅割下来，你会因疼痛和窒息而死。你选吧。周公公瞧着面前这戴着黑巾的女人，觉得自己再挣扎也没用了，于是便把本子递了出去。那我开始了，你闭眼吧，很快的。片刻后，17提着周公公的头颅来到了老皇帝的寝宫外。王爷，您要的罪证，其他的事可办妥当了。回禀王爷，甚是妥当。属下还给那周公公的头颅盖了被子，只露出半截。回去歇着吧，明日自己去账房领赏。多谢王爷，属下告退。来人呐，快来人！皇上，怎么了？瞎了你的狗眼，看不见那是什么吗？单位呢？小福子上前拿起龙床上那些血迹斑斑的东西，瞧了一眼。这是义父的头颅。陛下，的确是周公公，无疑。这东西都跑来养心殿了，你们就没人发觉吗？基因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失职，请陛下责罚。好一个裴寂，如今做事儿是越发不顾及了，去把那些当初清查裴家尸体的官员全都给震砍了，一个小毛孩都看不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是。吉英走出养心殿，正好瞧见裴寂就站在养心殿外，一如既往的没有多余的表情。见过摄政王。吉统领要去办事吗？是，下官先行告退。臣裴寂求见。奴才见过摄政王，您里便请。裴寂抬脚慢悠悠地向内殿走去，他瞧着地上那乱七八糟的血迹和头颅，便故作惊讶地问：皇上，这是何物？皇上可否受惊？哟，摄政王不知道这是何物吗？臣是第一次见，岂能知道？没什么，就一颗头而已，无甚要紧。皇上没受到惊吓就好，如此臣下倒是放心了。今日休沐，摄政王一早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这是臣无意间搜寻到的大理寺少卿的罪证，什么贪污纳贿、强抢民女之类的，一团乱麻。这人到底是浪费了您的一番栽培之心。倒是多谢爱卿替朕肃清朝堂了。皇上折煞臣了，这都是臣该做的。这是臣在大理寺少卿的府邸搜出来的伪造的罪证，是诬陷臣的。这人竟敢作假证来诬陷朝中重臣，爱卿去替朕处决了他。皇上英明，那臣先行告退。下去吧。裴寂刚走下殿前的阶梯，就听到里头一阵轻微的摔打之声，他勾了勾唇角，抬步离开。您老好啊，我是尹一，我来拿赏赐。在这儿签上名字。17高兴地拿起一旁的毛笔，歪歪扭扭地写上了尹一二字。郑先生定睛一瞧，霎时觉得头晕目眩，他从未见过如此丑陋的字。有何问题吗？尹一大人可多练练字吧。我没学过写字呢，这是我回想着书本上的样子而描画出来的。这是王爷赏你的20两银子，你拿好。还有，过几日来找我拿字帖，我不想看见你描的那两坨东西再出现在我的册子上。17倒是无所谓，练就练吧。他道过谢才，欢欢喜喜地揣着自己的20两银子往裴寂书房去了。王爷，属下方才领了赏银，想出府逛逛，王爷可否允准？去吧，但把你脸遮上，再自己翻墙出去。敢问王爷，这是为何？自己长什么样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长什么样，为什么要心里有数？难道长得美也不行吗？不遮脸就别想出去了。王爷是说我生得好看吗？就这样出门会引人注意的意思吗？你下去吧。尹二，
你暗中跟着尹一。是。17刚出门没多久，就晓得尹二在暗中跟着他。刚来嘛，被人盯梢也是正常，更何况我真的只是想出去逛逛。姑娘想买些什么？我想买一个簪子。姑娘，我们店卖的都不是那种贵重之物，倒是也雅致，您瞧瞧，可有看得上眼的？这个簪子需要多少银钱？姑娘好眼光，这根簪子本也不是什么名贵料子，可是我们店里师傅雕工了得，这朵五曲花瞧着都好似要活过来了一般，所以价格会略微贵上一些，需要500文。五曲花？那是什么花？是一种艳红的爬藤花，花开妖艳无比，在哪里都能活。那些诗人都说五曲花好似有人一般的心性，在何种地界都能向上攀爬，努力活下去，所以很多文人墨客都会养上一株。我要了。多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17结完账后，又来到了隔壁的点心。他瞧着各种各样小糕点，有点走不动道。敢问店家，这些小糕点怎么卖？姑娘，这是桂花里分糕，这是龙须酥，这是糖蒸酥酪，这是荷花糖分糕。今日卖的快些，只有这4种了，1两银子一盒，一盒有8块，姑娘可需要带一盒？给我装3盒，一盒给萧管家，一盒我自己吃。再拿一盒去贿赂裴寂，让他给我多派些差事，快点信任我，那我也好搞到无活的解药跑路。待17逛完一圈回到摄政王府时，尹二已然把他的所作所为给裴寂禀报了个干净。他吃了2个肉饼，3碗蹄花，1盒糕饼，3碗酒酿圆子。他还买了一个簪子，糕饼买了3盒，线下提着糕饼往小管家的屋子去了，想必是去送给小管家。他怎么能吃下这么多？他在隐卫营里就能吃很多，旁人吃2、3个粗粮烧饼就饱了，他得吃5、6个。那他可发现你跟着？尹二不想承认，却也不敢说假话。被他发现了。你下去吧。尹二刚走出书房，17就提着糕饼笑呵呵的过来了。我来给王爷送糕饼。王爷从不吃来历不明的东西。跳你滚！王爷，属下尹一求见。进来。王爷，我出门闲逛，瞧见这糕饼甚是好看，也给您带了一盒。我知道您不吃来历不明的东西，可这也是属下的一番心意，您就是看看也是好的。这糕饼可是1两银子一盒呢。放下吧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就这样没了？你还有事吗？没有，属下告退。唉，我的贿赂竟然对那裴寂一点用都没有，我这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拿到鬼阄，去解了我无活的福啊？大胆，你是何人？竟敢在府中如此没有体统？哟，这怕是那裴寂的母亲吧？旁边跟着的应该是徐侧妃和林侧妃，还有裴夫人的贴身嬷嬷赵嬷嬷。裴夫人瞧着17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池塘边，顿时觉得怒火中烧。她治家向来严谨，是绝对不允许这种粗俗的事儿发生在自己的府上的。属下尹一见过裴夫人。抬起头来，尹一不是个汉子吗？禀告裴夫人，尹一被属下打败了，如今属下才是尹一。裴夫人根本没听到17说什么，一瞧见他那张脸更是勃然大怒，只因10几年前他带着3岁大的女儿，也就是裴寂的妹妹出门上香，半路却被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用花言巧语哄骗于他，最后那漂亮女人趁他不备便把他的女儿偷偷抱走了。他独自寻了女儿好些年，可是天高地远哪里能找得到，他如今瞧见长得漂亮的，总觉得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方才在干嘛？如果我说我在拔草喂鱼，你信吗？拔草喂鱼？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你给本夫人在这池塘边跪上1个时辰，治一治你这不讲规矩的毛病。唉，我不就懒散了些吗？至于吗？夫人息怒，不知这孩子犯了何错，咱家可能知晓一二。老萧，你也是，怎么没瞧见他这个样子？瞧瞧他，竟能躺在堂堂摄政王府这儿人来人往的地方，这瞧着多不成体统。这位妹妹瞧着生得这样美，竟是个淫卫，就她那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提得动刀吗？徐姐姐说的正是这个理儿，就她那长相，怎么能是个淫卫呢？徐侧妃这话不妥，怎能称呼尹一大人为妹妹？她可不是后宅之人，她能成为尹一也是从王爷10个隐卫营杀出来的。萧管家说的是妾身想差了。其实我更喜欢用匕首。主子说话还敢插嘴，给本夫人跪足2个时辰。我去，老萧你可别给他求情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什么坏人？赵嬷嬷你仔细盯着他。是。萧管家这下没了办法，又瞧着17那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更是头疼。于是他一跺脚就往裴寂书房去了。王爷不好了，夫人要罚尹一在湖边跪。为何？萧管家有些不好意思开口，支支吾吾了半晌才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。他躺池塘边喂鱼被我母亲瞧见了。是的。裴寂知晓自从丢了妹妹，他母亲行事再也没了当初的温和，更是瞧不惯长得漂亮的人。找不回妹妹，母亲怕是都难以成为从前那个温和宽容的国公夫人了。由着她跪下去吧。尹一个女娃子，如何能跪在池塘边2个时辰呢？今日都降温了，那池塘边更是湿冷。她要是跪上2个时辰，那日后如何能嫁人生子？这不是。萧叔，
他的生平您不是不知道，不说他日后还想不想再嫁人，就说他能从隐卫营活下来，走到本王面前来，您以为她就是一个普通女子吗？前几日您口中的这个娇弱女子，自己一个人杀了成帝身边武功极高的暗卫，还把周公公的头颅割了放在圣帝龙床之上，人家回来之时毫发无伤，还不是你让人家去的？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那总得给人家准备上药吧？去拿吧。是。以后少对人家上心思，小心被骗了都不知道。如今倒是会为了各姑娘家和我拌嘴了。王爷竟然听见了我刚才说的话了。当萧管家拿着药再次出现在17附近之时，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下巴。只见平时那不苟言笑的赵嬷嬷，如今笑得一脸的褶子。赵嬷嬷，我瞧着您笑起来甚是慈眉善目。您若是当年能出宫成婚，想必一定是一个儿女双全之人。哪怕如今独身一人，瞧着也是极为有福的，都不用受那儿女搓磨之苦。若不是我提前知晓了您的年纪，我都以为您只30出头呢。我叫您姐姐也是足够了。你的事儿，老萧倒是和我提过一嘴，我和他从前在宫里就认识，他和我说你这孩子真诚，我本还不信，如今一相处，倒真如他所说是个好孩子。裴夫人吃的苦多了，如今也就这一桩心病了，你也不要怨怼。可是她也生得极美啊！你这孩子总这么直溜溜的说话，真是的。老萧，你傻站在那里干嘛呢？老姐姐，这批猴子也把你拿下了。是个实诚孩子，你倒是会识人。起来吧，孩子，不必再跪了。我会和裴夫人说你已跪了2个时辰，回去歇着吧。谢谢赵姐姐。赵嬷嬷被17这声姐姐弄得老脸红的不行。老萧，快带她回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带走。你倒是会哄人，这赵嬷嬷你都能哄着了你的道儿。我那是哄吗？我那不是实话实说的吗？你这小嘴油的，我说不过你了。你把这药拿着回去自己揉揉吧，这可是上好的伤药。谢谢萧叔。17刚拿着萧管家给的药回到院中，便看到3个女人已在他的院中等候多时，想必这几位就是裴姬的妾室了。妾室都跑我这里争风吃醋来了吗？哇！大妹子，你这身衣料倒可真是好看呢。妾室白夫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夸赞噎住了。粉衣妹妹的那个珠珠链子也很是别致，蓝衣妹妹的这鞋子和发簪，瞧着甚是精巧呢。一通夸奖下来，3人都被夸懵了，哪还想得起自己是受2位侧夫人派遣来给这位尹姨大人一份忠告的。1刻钟后，4人便坐在小院子的木桌旁，聊得甚是愉快。只是这3人也太爱哭了。尹一姐姐，您说您在隐卫营这么辛苦，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姐姐，您如此一个娇娇弱弱的女儿家，怎么能吃得了那个苦哟？白夫人直接说不出话了，只抽噎个不停。看着眼前3位夫人的同情心泛滥，17又开始胡编乱造了。唉，我也是恨极了，我那夫君和儿子都死在山匪的手下，我一介弱女子，总得学些本事，才能为我那可爱的孩子和夫君报仇雪恨。那些苦不算什么。姐姐，您可太苦了，您长得这么美，怎么能这么悲惨？姐姐别怕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3位夫人在17那里聊完后，又回到了徐侧妃院中，向她复命了。侧妃娘娘，那尹一姐姐是个身世可怜的寡妇，她从隐卫营里拼了命杀出来，就是为了习得一身本事，好为自己的夫君和幼子报仇雪恨。寡妇，我也是为咱们着想。王爷从未来过我们后院，你们也是清楚的。如今来了一个长得美艳的隐卫，我也是着急的。今日得了他的底细，日后咱们也可放心些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说那现在的尹一，真如他们所说，是自己拼杀上来的吗？怕不是王爷瞧中她的美貌，故意安了个隐卫的身份带在身边吧？侧妃娘娘多虑了，王爷年纪轻轻，若大权柄在手，可不是那等沉迷于美色之人。那隐卫营想必也是极苛刻的，咱们可不能随意去探查，而惹得王爷不快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尹一敢把这些事儿说出来，想必都是真的，我们也不必费那个心思再去查。任她生得再美，王爷想必也不会瞧上一个寡妇。想办法拢住王爷的心，这才是要紧事儿。那3个蠢货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娘娘说的是，再去确认他的身份真假，小心些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是。王爷，今日那3位夫人听徐侧妃的话，上门想找尹一麻烦，尹一和他们聊了一阵，还留了他们用午膳，他们倒是姐姐妹妹的互相称呼起来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只说了在隐卫营辛苦和他自己的经历，其他的都没说，倒是知道轻重。去把他叫来。是。王爷，您找属下有何事？你去和徐侧妃交代一番，不该做的别做。吏部尚书虽然老了，可怎么着也轮不到他兄长，安分守己才能活命。王爷这是想让属下去恐吓一番，好让他们视属下为眼中钉吗？去办就是了。属下明白了，属下只需要听吩咐办事就成，不可质疑王爷的决定。属下这就去好好威胁他一番。尹二，参见王爷。他说话一直都这么不通人情吗？
十七那脑子好像是真的有些问题，他才被徐侧妃试图欺负过。王爷叫他过去说那番话，就是为了给他的地位加上一层保障，让那些后院的人不再去扰他、质疑他，他只需道谢就成。瞧瞧他说了什么，王爷都懒得多和他说话了。想来是和夫君常年住在山上，没有和旁人相处过的原因吧。下去吧。是。属下尹一求见徐侧妃。进来吧。尹一大人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十七的眼中瞬间露出了些许杀意，整个人好似变回了地藏宫的公主。徐侧妃也被十七那眼神吓了一跳。到底是什么事儿？王爷遣属下来和侧妃说一声，您的祖父虽已年老，可是怎么也轮不到您兄长，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做，安分守己才能活下去。本侧妃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十七的任务完成了，便又收回了杀气。侧妃娘娘屋里为何这么香？真好闻。这是梨落香，尹一大人若是喜欢，本侧妃给你拿一些。那就多谢侧妃娘娘了。朝露去给尹一大人拿一些。是。片刻之后，十七收获了一整盒的梨落香。敢问侧妃娘娘，如此放在屋里就成吗？就会和您这儿一样香吗？是的。那多谢了。十七从侧妃的屋里出来后，没有直接回她的院子，而是直接找了萧管家。你倒是会偷闲，又跑来我这里摸鱼来了。那可没有，我可是刚给王爷办事回来，有事想请教萧管家。哦，那便说说吧。萧叔，敢问府里可有存药的地方？你为何问这个？因为只有进了那药房，才会离我找鬼鹫的消息近一些。萧叔您不知道吧，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儿。当初在影卫营习武，就因此才学得快。如今闲着也是闲着，总想着能学些什么，才好为王爷办事儿，不是？想来想去，也只有医术最为实用。您说是吧？年纪轻轻，武学又学得好，如今更是好学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我就知道萧叔最好了。那您可否帮我寻几本医书来，再给我拿些药材，每样一点点就成，我好学学辨认草药。只是此事是否需要禀告王爷？你去和药房的老邢说一声，尹一日后可以去学学辨认草药。是。此等小事儿，咱家还是可以做主的。医书咱家去给你寻，药房老邢也是有好些医书的。只一点，在药房要守着规矩，不能碰的别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随后，萧管家又闻到十七手里的盒子飘出来的阵阵香味。你哪儿来的这香？十七便把去威胁徐侧妃的事儿给萧管家讲述了一遍。这后宅之中的阴私事儿不少，多少后宅女子都被这些香料害过，轻则小产不能生子，重则危及性命。你可不要大意了。萧叔说的话我记下了，一定小心。十七来到摄政王府的药房院子已然3日了。这3日别说鬼鹫的消息了，就连那药房里边都没进去过。那老邢实在不好相处，只拿了药材让迟武在院子里自己辨认，不让自己进药房一步，倒是给了一整摞的医书。唉，真是无趣，这些医书都很浅薄，哪有周大夫写的好？尹一，王爷找你。这就去。听说你最近在学医？回禀王爷，是的，属下正在潜心习读医书。过目不忘学到什么程度了？属下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医书上的各种方子倒是全记下了，只是还不曾有机会实践过。老七，问问。是，若是受了严重刀伤，伤口产生炎症，持续发热，该如何下药？黄芪1两，黄芩3钱，炙半夏半两，炙甘草2两，生姜1两，再加五金花1两，下猛药方可退热。为何要加五金花？五金花虽有毒，药性激烈，可既然持续发热，那便是拖不得了，只得先下猛药，降下高热，而后再解毒。王爷，这女娃可放在老夫身边，老夫倒是可教她。老七，你先回去，此事日后再说。齐大夫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想到裴寂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，便还是忍住了话头，躬身退了出去。不知王爷叫属下来，可是有要事需要属下去办。把这个面具戴上，今夜扮作侍女，何影儿随我入宫。是。流年漂泊，花开花落，日升日没，真情如烟波，人知知寂寞，谁在乎因果。17这是头一次来宫中，此刻就站在裴寂的身后，只是裴寂和皇帝说些乱七八糟的，他也听不明白。但是瞧着皇上的面色，也是一会儿黑一会儿白，他倒是知道，想必就是裴寂气到人家了。裴寂面前来了一个小侍女，端着一盏酒跪在裴寂面前，只是那手抖的都要把酒洒完了。裴寂没动，轻咳了一声，17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跪了下去，接过小侍女的酒盏，闻了一下才递给裴寂。可有闻出什么样？属下没闻出来。怎么，摄政王是不喜欢朕赐下的佳酿吗？此酒甚为香醇，不愧是皇上赐下的佳酿，臣在此谢过。不是过目不忘吗？为何闻不出来？属下只在书上瞧过，还没来得及自己配置闻过。那药房的老邢药价太高，属下买不起药材。
又过了2刻钟，17在后头瞧见裴寂那耳尖变得通红，而后他便站了起来，只说什么不胜酒力之类的一堆话，就带着他和颖儿出宫了。王爷，您眼睛很红。闻不出来，总能把脉吧？哟，媚骨丝剧毒，何解？说无解，可是也好解。您找2个夫人或者侧妃，要不然就会下身充血，暴裂而亡，还会七窍流血。啊？为何要2个？因为要好解。那媚骨丝发作的极快，裴寂只得用内力堪堪压制住一点，整个人已然燥热无比，眼尾更是红得吓人。本王没后妃吗？做这么远是何意？本王难道还会对一个寡妇下手不成？我怕您兽性大发，认不清人，到时候会后悔对一个寡妇下手。属下都是为了您。姨姨，你放肆，怎可对王爷如此说话的？王爷恕罪，是属下放肆了。王府到了，王爷。扶本王下去，再去叫老七来。是。王爷，这是媚骨丝，药效发作极快，这毒已入肺腑，如今只能找夫人来了。您看看是选哪一位？裴寂脑子已然被这毒弄成了一团浆糊，只抬了抬手指着17。就他吧，他说要找2位，怕人承受不住，可是他内力深厚，想必是能承受得住的。你们都这么瞧着我干嘛？我是个寡妇，我深爱我的夫君，我怎可委身于旁人？就算贵为王爷，也是不成的。17话音一落，颖儿就提着老齐飞伸出了屋子，又快速的把门给关上了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嘿，渣男！17发泄完后，又把人提到了床榻上，直接拿出匕首割开了他的手腕，找了个花瓶给他接上，又给他往命门上扎了几针。我知道这毒怎么解，可是王府里给的医书里边可没写，得想想怎么编。翌日一早，裴寂醒了过来，屋子里坐着17、老齐和颖儿。请王爷恕罪，属下行了险招，致使王爷虚弱，请王爷责罚。裴寂觉得后脑很痛，伸手一摸，竟然摸到一个包。本王后脑为何会受伤？昨夜王爷欲图对属下行那欢好之事儿，可属下心中只有夫君，此事是万万做不得的。情急之下，这才打晕了王爷，又没扶住您，这才使您摔到了后脑。那如何解的毒？为何本王如此虚弱？尹毅直接给您放了血，给您命门下了针，所以您会虚弱一些。老朽已为您把过脉，调养几天就能康复。尹毅的法子，他和老朽解释了一番，虽是并行险招，可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也因他是初学医术，所以才胆子这么大。老朽是万万不敢在命门下针的。人才！颖儿现在看17的眼神多了一丝敬佩。这女人竟然直接打了王爷。尹毅留下，你们俩下去吧。是。你手上没有茧，身上没有疤。这是又怀疑我的身份了。回王爷，属下从不留疤，可能是体质特殊的原因，再加上属下夫君对属下爱护有加，属下都没下过地，手上自是没有茧的。裴寂听着17说他夫君对他如何的好，顿时觉得头更疼了。你下去吧。王爷，属下虽行了险招，可也是救了王爷了，此次可有赏钱？去领30两，再和老邢说，你可以拿自己调配着学，可是得在老齐的监督下。多谢王爷，那属下告退了。17找账房，郑先生领了30两，还在路上遇到了萧管家和何六。萧叔好啊，何六你也好啊。见过尹毅大人。领赏银了吗？嘴角都裂到耳后了。王爷赏了我30两银子，还说老邢的药材可以给我练手，但是要齐大夫监督着。老邢那人一根筋，在医道之上和老齐不相上下，可就是太固执了。王爷才让他管理药房，如今王爷开了口，那自然极好的。你可要记得王爷对你的好啊。王爷与我的再造之恩，我是誓死难报了。如今也只有为我夫君和孩儿报仇一事儿，一直插在我的心口。只要我的机会去报那血海深仇，我一定为王爷鞍前马后，死而后已。死个屁！呸呸呸！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我才不会为了那渣男丢掉自己的性命呢。别想那些伤心事儿，如今这日子不是很好吗？何六，你去和老邢交代一声，别让他再为南尹一丫头。是。多谢萧叔，那我先回去歇歇。昨夜我可是又受委屈，又累了一夜。行吧，你去吧。17本想直接去睡了，可是正好到午膳时间了。那就顺路去和那几兄弟吃顿晚膳吧。尹二觉得自己昨夜做的不地道，竟然给17剩了晚饭。日后王爷要是再中媚毒，我会把你和王爷关在一起。只要我想关你，你绝对跑不出来。尹仪大人，昨夜是我不对，您可万万不能这么干啊！咱们都是兄弟。咋成兄弟了？尹仪大人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那这3日的肉菜都归我。好，我宣布我们吃3日素菜，这些肉都是尹仪大人的。啊？凭什么？就是咱们天天轮着盯他，都这么累了。都闭嘴！尹仪大人最厉害，就听他的。
17跟尹二一群人吃完饭后便回来睡得个昏天暗地，但不久后却又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尹一姐姐，你在吗？进来吧，三位夫人可是有事？尹一姐姐，咱们好几日没来瞧你了，前日来，尹四大人说是您在药房呢。这不，今日我们又来了。姐姐，咱们可是带了礼物来的，这只是普通的锦缎，太贵重的我也买不起。可是这颜色是极好看的，我瞧着也配得上您，您可拿去做2身衣裳。可我是尹卫，我都没机会穿这些衣裳。那也无妨，您可做些帕子、荷包之类的，也是好看的。你说的有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多谢秦夫人。叫什么？秦夫人如此生分，您可叫我秦妹妹。那就多谢秦妹妹了。本王竟不知你们都开始互称姐妹了。妾身见过王爷。你们3个先下去。是。王爷前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属下去办？半个时辰后随本王出发前往幽州，记得戴上面具。是。裴寂沉默了片刻，转身便走了。17连忙翻看床榻底下乔南希不久前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件和一小块地图。这地图是张翠云的家的位置，还有张翠云家的布局，各种东西放在哪儿，和附近居民家的位置。公主那一块都已安排妥当，可放心前往。还有地藏宫小九已杀到裴寂一位营役的营地，再过些日子就会进入摄政王府，好配合公主你行事。行吧，多一个人进来也是好的。时辰一到，17等人准时在了王府门口。此次出去干嘛？杀人。哦，出发吧。继儿，等等。母亲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此次出门几时归来？可又是那等凶险之事儿？母亲放心，下月中就回来了。那你要小心你身旁的这个女人，长得漂亮的最会骗人了。母亲，她武功最高。裴夫人立刻换上了笑脸，朝着17示好。你可要护好我儿子，有劳了。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！裴夫人请放心，属下一定护好王爷。母亲回去吧，我们得出发了。好，那你们一路小心。你生得美，心也一定好，一定要护着我儿子啊！属下遵命。习惯就好了。裴夫人人不坏，对你苛责了些也是因为王爷妹妹的缘故，这是她的心病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感受到了。出了京都，走了大概1个时辰，17就听见附近多了至少3000的隐卫。看来这次的确是要杀很多的人。咱们王爷总共有多少隐卫？估计已有万数。那得花不少钱吧？没事，咱们王爷有钱。这我倒是瞧出来了，后宅里那些夫人都穿得闪闪亮亮的，瞧着就很是贵气。你要是好好做事，王爷赏赐可是很丰厚。切，30两就很丰厚了吗？什么30两？你的赏银只有30两。是啊，想必你是新来的，就会少些。那你有多少？尹二一脸的高深莫测，故意卖关子，死不开口。合着就我穷呗。到了第2日的傍晚，尹二寻了个隐蔽之处，众人这才得以休整。或许是饿，17瞧着面前的烤羊直流口水。昨日说了，你们要吃3日素的。你直说，你想吃不就完了？我要吃烤羊腿2只。半个时辰之后，17如愿举着自己的2只烤羊腿，另外寻了棵树坐下享用。这时，一个一身杀气的漂亮姑娘朝他走过来。您就是尹一大人吧？你是乔南希信上说的小九？是，属下参见公主。你看起来年纪不大，属下18了。现在大家都是裴寂的10隐卫之一，是平级，不必自称属下。那我该怎么称呼你？叫姐姐吧，我大你4岁呢，小屁孩。地藏宫里哪有叫姐姐的？嘿嘿嘿，姐姐真乖。尹一，王爷找你。17起身瞧了瞧手里的2只烤羊腿，他不相信尹二，转身递给了小九。你帮我拿着，誓死保卫我的羊腿。是，姐姐。你是？我是尹石。哎，都开始排上马匹了，我们10兄弟如今又多了个女的，你好好干吧。17上了马车，照旧坐得很远。裴寂脸色还是白。你到底给我放了多少血？老七给的补气血的药为何不管用？唉，您得吃饭呢，不吃饭把药当饭吃那也没用。扶我下去吧。好嘞。尹二招呼王爷吃饭。是。为何你有2只烤羊腿？回禀王爷，他们欠我的。给本王1只。17诧异的看向他，又迟疑着送出1只自己的烤羊腿。当裴寂吃到第3口的时候，17已经啃完了1整只烤羊腿了。怎么还怕本王抢你的不成？那倒不是，毕竟您已经抢了。本王买的。我们给您干活，这是应当的。你去喝点菜汤吧，本王想好好用饭。好嘞。他一直这么能气人吗？10隐卫开始七嘴八舌的告起状来。公主，你到摄政王府是要做什么？可有什么章程？17自然说不得。那鬼鹫的消息一出，怕是地藏宫就乱了。再说这地藏宫的人他是不信的。暂且没有，要有安排，我会告知你。平日里听他们吩咐就成。把你地藏宫的习气收一收，那解药日后来找我拿。是，公主。王爷有消息禀报，说
王爷，地藏宫公主风楼玉2年前死了，现在的地藏宫公主没人知道是男是女，也没人见过。是我。再有20里就是尹姨夫君和儿子被杀的山匪处，按您的吩咐，尹姨到时可自行去报仇。怪尴尬的。17快速的在脑海中回想了一遍乔南西给的地图里画的各种位置。裴寂这人怕是会再查一遍我的身份。风楼玉死了2年，这消息为何现在才流出来？一来是地藏宫从来都很神秘，几乎没人见过风楼玉；二来是地藏宫具体位置也没人知晓。风楼玉死了的消息，还是因为幽州王想买您的性命，联络到了地藏宫乔长老。乔长老说新公主说的价钱不够，那要价又太高，幽州王没办法，这才和成帝勾结办了那幽州的鸿门宴。对风楼玉一死，新公主又没人见过，这局势怕是又要大变了，让人密切探查。是。尹一，你怎么看？属下总算可以了了这心头大事。属下多谢王爷，日后属下就是全心全意的为王爷杀人，成为王爷手里最锋利的刀。本王是问你对于地藏宫和幽州这事怎么看？王爷，那山匪的地盘就在山头上，属下现在可以去杀了他们吗？所有隐卫在原地待命，本王随你去。裴寂自有考量，17的身份已探查多遍，这确没有问题。可他总觉得怪怪的，若是他身份真有问题，隐卫里怕是没有一个人会是他的对手，谁跟着他都不放心，他得自己跟着。两人刚上了山头，17进入了演戏状态，一路上那眼眸就开始红着，只是不见流泪，他哭不出来，最多只能奄奄哽咽。你们是何人？我可不能让他多说话，留了他们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日这一出自然一些。万一他们记得张翠云的长相，那不是完了？我得主动出击。说你们2年前捉来的2父子尸体在哪儿？女侠饶命，小人实在记不得了。那就去死吧！王爷，属下得回家一趟，给夫君和孩子立2个衣冠冢。走吧。过了3刻钟，到了一处破旧被打砸的乱七八糟的泥屋子。17下了马，裴寂瞧着池无有条不紊地收拾着院子，而后熟练地从屋子里那破旧的柜子里拿了几个孩子的玩具和2块木板。王爷，不远处的李叔家有毛笔和墨汁，我得去借来写一写牌位。走吧。李叔，你在家吗？谁呀？是我，翠云。一阵脚步声响起，17瞧见来人，震惊了一瞬。周大夫，爹，是谁啊？乔南希，是翠云姐啊。花花，李叔，我来是想借您的毛笔和墨汁写写碑文。大焕，快去拿。是。翠云呢？这2年你去哪了？李叔还以为你不在了。这2年我去学本事了，如今主子带我回来给夫君和孩儿报仇。多谢这位公子了。翠云也是难了，夫君和孩子都死了，这好好的日子。李叔，您放心，如今大仇已报，我也得好好报答主子的此心，我会好好过的。翠云姐，笔给你，谢谢。翠云如今都认识字了。翠云姐好厉害，多谢你们了，李叔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老保重身子。17说完，还掏出自己的10两银子塞给了他们。好一番推搡之后，17的戏才演完了。接着带裴寂来到了一处风景较好的位置，路上时不时出现1两个拿着农具的人，都是地藏宫的人。待17把张翠云夫君和孩子的墓碑立好之时，17才跪在地上沉默不语了好一阵。他借了人家的身份，如今也替人家报仇了，可不知为何，他还是有些难过。原本是多好的一家人啊，就这么没了。唉，只是不知何时才能为张翠云也立上一个墓碑，好让他们一家团聚。是圣地派来杀我的，看来此处不安全了，我们快些离开吧。走吧。快17和裴寂回到他们休整的地方，准备出发之时，裴寂破天荒的让他进了马车。裴寂懒散的靠在马车主位的软枕上，就那么直勾勾的盯着17。王爷为何这么瞧着属下？裴寂没有说话，眼神也没有从17身上离开。自从他那一夜吻过他后，就总是忍不住想起他那娇软的唇。我总不能是喜欢上这个俏寡妇了吧？王爷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仇恨已放下了。你凑过来些，朝我进些。他说的是我，而不是本王。虽不知道他想干嘛，可是想必会有赏钱吧。属下过来了。再过来些。啊？王爷是想像那日那般贴上去吗？张翠云的夫君已逝，这也不违背什么书中的礼法，也不是什么难以执行的任务。那属下冒犯了。贴完了，可这是什么任务吗？你没和你夫君贴过吗？这都不会。属下不曾主动过。裴寂轻轻贴了上去，只一瞬就推开了他，面色霎时变得黑沉。你下去。啊？啥情况？那有赏钱吗？裴寂抬眸看了17一眼，声音更是冷肃的吓人。下去。切！不给赏钱还生气，渣男。我怕是脑子真的坏了，竟然真的对那小寡妇生出些情愫，这算什么事儿？偏偏他还只晓得要赏钱。
尹二觉得自己赢，他想把自己耳朵给一匕首插完算了。他好好的等着马车，就听见裴寂说喜欢17了，随后又偷偷转头往后去瞧17的表情。只见17骑在马上，面色没有一丝波动，和往常一样，甚至还在和尹三说笑。完了，王爷这次真的完了。10日后，17、尹2、尹3、尹4随裴寂入城。只是入城之时，17被要求换了身轻薄的红色纱裙，随裴寂坐马车入城，身份是裴寂的新侍妾。王爷一定要这个姿势吗？好好待着，有赏钱。好嘞。你身上这什么香？很难闻。您不是找了那三娘来给属下上妆吗？她给的这衣裳拿来就这么香，属下也觉得有些呛人。王爷您忍忍。裴寂有意无意地抹撒着17的背。好。王爷您可别再摸了，也没说还有这一茬。本王是你的主子，在隐卫营时也没听说主子这么放。三娘教你的东西可学会了？学得可会了，要时时贴着您，要给您喂酒、擦嘴等等，身形要像没有骨头那种，眼睛不能全睁，要挑眼看人。对了，三娘还教了一招，这招要使出来吗？该使的时候也是要使的，如此才可叫幽州王放松些警惕。毕竟没人知晓我身边多了你这么一位武功如此高强的女隐卫。那要使这招的时候，您给属下个眼神吧。好，王爷，幽州王府到了。王爷，您得扶着妾身下车，如若不然，妾身可不依呢。演得太过了。哦，那妾身收敛些。敢问尊客可是摄政王？是。王爷里边请。多谢王管家。王爷，妾身可是第一次来见到这大场面呢，多谢王爷垂怜。裴寂忍住不适，一手揽紧了17的腰肢。你少说话。哎呀，王爷，这大庭广众之下呢？哟，摄政王来了，稀客啊！王爷，这位是幽州王。妾身原是见过幽州王。传闻说摄政王不近女色，看来传言不真啊。怕是只有这样好颜色的小娘子才能入摄政王的眼。不近女色是真，这袁氏生的美也是真的，他也不会多事。便冒昧带着他之后宅女子来瞧瞧这等场面，王爷请勿怪罪。这等小事儿，本王岂会怪罪？摄政王里边请。本王这是第一次与摄政王相见，今日一见只觉相见恨晚。摄政王年纪轻轻，身居高位，真是令本王敬服。来，本王敬摄政王一杯。王爷请。裴寂知晓这幽州王府今日被围得铁桶一般，他一定不会一早就弄什么下毒的下作之事，所以吃喝很是随性。17时不时的给裴寂加2口菜，又拿出帕子给他擦擦嘴。裴寂被他弄得很是忙碌，少眼些。哦，今日一定会叫裴寂有来无回。到京师时，会是大圣摄政王会经途中遭遇暗杀。摄政王，今夜本王和你不醉不归，各种官员也随摄政王一同住在本王府上。今夜咱们都好好喝上一杯。客随主便，王爷安排就好。今日是您的爱夫之寿，本王愿您身子康健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多谢摄政王。到了夜里3更天后，大厅里都醉倒一片了。17抱着裴寂的手都快断了，满场的男人时不时总是盯着他瞧，他的杀意都快控制不住了。这时终于感受到了裴寂略微用力扯了扯他的头发。请幽州王恕罪，这等场面本容不得妾身多嘴。可是王爷实在是醉了，可否安排一间屋子，妾身好带着王爷下去歇息了。袁夫人不必忧心，摄政王还是年轻啊，如此酒量还是得多练练才成。老王，好生把摄政王送进本王准备好的青鸾院。是，摄政王请随老奴来。启禀王爷，青鸾院里一应俱全，您瞧瞧，若有什么缺的，可派人来叫老奴。下去吧。17又小心地扶着裴寂进了屋，他被他铐了几个时辰，全身都酸痛，很想把他直接扔在榻上，还硬是生生忍住了，因为就这院子，屋顶、窗外、院中都是人，且都是好手。真又搞不明白裴寂到底想干嘛。王爷可要沐浴，妾身瞧着那偏房的水还冒着热气儿呢。歇会儿，幽州王这酒实在醉人，本王头疼的厉害。王爷，那接下来要怎么演？直接上榻休息吧。院中就那么几个人，要不属下先去杀一杀？不必，你今夜的任务就是演好这戏。王爷，那妾身伺候您更衣。王爷您真白，这肌肤真是快比妾身的还要嫩滑了。来，本王仔细瞧瞧，袁娘子这肌肤也很滑嫩。妾身哪一寸地方您没见过？演过了啊，弄出些响动来。什么响动？你家床榻坐那是不会响动吗？就算你家床榻不会响，那你总得响吧？王爷，您懂不懂？不会这么快响的。屋顶那人把瓦片都挪开了，人家瞧着呢，到底还演不演？本王不近女色，自然比不得你经验丰富。妾身孩子都有了，自然是比您会的多些。既然床榻不会响，那我帮你叫出声。您堵着属下的嘴，属下也没法子叫出声啊。那你哼哼。17现在整个人扑在裴寂身上，他一边哼哼出声，一边学着裴寂的动作，主动了一番。裴寂的下腹处立刻有的反应。哦吼！王爷，咱们在演戏呢。本王还能对你这个寡妇下手不成？你急什么？属下不急啊，是王爷您急了。裴寂觉得很是心累，
翻身躺在一旁，自己摇床，自己叫。没有裴寂的干扰，17现在演的可谓是旁若无人，炉火纯青。裴寂黑着脸看着17撅着屁股跪趴在床上，用力晃着床榻，那一声声猛浪的叫喊，实在是不堪入耳。够了，人走了，不用叫唤了。这事儿真累人，可得加赏钱。你倒是越叫越入戏了。您安排的事儿，属下一定得办好。你倒是把你的过往经验演了个够。那有过往自得好好用出来嘛。王爷为何满是怨气？本王为何有怨气？本王哪来的怨气了？好，您没有怨气，是属下有怨气。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，我决定让他。裴寂和17两人收拾妥当后，去正厅给幽州王道个别。不知道裴寂干了什么，瞧着那幽州王的脸色很是不好，想必裴寂是又惹人家生气了。多谢幽州王的盛情款待，本王朝中还有要事，如今也得返程了。那本王就不远送了，摄政王一路顺风。王爷客气了，不必相送，本王一定顺风。告辞。我觉得裴寂做下的事儿，那一定是很下作的。瞧，那幽州王眼里的怒火都快溢出来了。半个时辰，一行人已然出了幽州地界。王爷，幽州王为何如此轻易就放了我们走？其他隐卫呢？本王提前半年就安排了人进入幽州城，找到了他的金库。而后呢？他知晓本王是个怎样的人。本王越是装得厉害，他越是心内不安。昨夜他听说我们在院子干那事，更是会觉得本王有什么安排。整个院子周围至少有2、3千的暗卫，如此一来，尹5、尹6他们才好行事。什么事儿？属下作为尹卫第一人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搬空了他的金库。哇哦，不错呀。那属下得加赏钱。那属下可是在离幽州不远处才穿的裙装，他也能信属下的身份？幽州王派人盯着的是本王早就安排好的人，只是在你梳妆之时隐藏了起来。您可算得真劲呢。幽州王在裴寂走后就发了好大一通火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好好的鸿门宴为何会变成这样。金库被盗了不说，就连那3000多的暗卫全被杀了个干净，尸体全部堆在金库之中。老王，剩余所有暗卫给本王全力刺杀裴寂。如若裴寂活着回了京都，那他们也不必回来了。是。好你个裴寂，从一开始就使了障眼法，如今本王倒是瞧瞧你盗出的那些金子有没有本事走出这幽州城。你已然吃了一路了。王爷，您可要吃吗？你自己吃吧。王爷，后方200仗有杀手靠近，大约1000人，都是顶尖好手。1000人也够你们杀了，杀敌最多的赏1000两。哇，这些人这么值钱啊！放着让我来。这么想赚钱？有钱不赚不是傻子吗？我把这机会让给尹一吧。过了约莫2刻钟，17笑嘻嘻的带着手臂上的3处极深的伤口上了马车。王爷，可有伤药吗？你好似受惯了伤。哪一位从隐卫营走出来的不是受惯了伤呢？裴寂觉得有些奇怪，他的尹卫尹2等人，哪一位不是受伤次数比他多了？可是也没人能像他上了齐大夫那伤药还一声不吭。那药刚上去时很疼。是疼，可是属下很高兴，属下得了赏金，倒是能买上好些往日里买不起的小玩意儿了。待属下回京挑一挑，买上一些，都带回家里烧给我的宝儿。他这是爱玩爱闹的时候，想必也会喜欢。所以这药的疼，哪能比得过属下的高兴呢？不是放下仇恨了吗？是放下了，可是放不下孩子。哪一个孩子不是娘亲的心头宝呢？哪能放得下？你说的有理。裴寂闭上眼眸，养着精神，他觉得有些心烦。每一次提起他的夫君和孩子，他就觉得很是心烦。王爷怎么了？你出去。王爷的心情总是这么变化多端吗？你这用的是什么词？男人心海底针。过了5日，一行人终于回到了京师。到达摄政王王府之时，萧管家和赵嬷嬷早已等候在府门外。裴寂一下马车就被赵嬷嬷拉着往裴夫人的浩然院去了。萧管家只能退而求其次，询了17嘘寒问暖。您老才瞧见我，都不来关心关心我。王爷可是咱家的主子，这你还吃味了？哎呦，你这手臂受伤了。别，这可不行看的。可好些了？都愈合了。萧管家，今日随我们进城了1000暗卫，他们的安置还得劳烦您。再过些日子，还会再来一些兄弟。这次的事儿，想必上面的那位不会放过，咱们都得仔细些。这是新来的尹石，也得劳烦您帮忙让侍女打扫出一个小院。萧管家好，我是尹石。难得又来一个女娃子，如今这些女娃子可真是了不得了，你们几兄弟再不加紧，怕是都要被挤下去了。尹石，随我来吧。好多谢萧管家。